OK，丽莎这个学期除了中文课以外，还选了一门中国历史课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4000多年。为了对中国历史有更多的了解，他请李文带他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。张天明和柯林对中国历史也有兴趣，听说丽莎要参观博物馆，也要跟他们一起去。李文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中国国家博物馆很大，中国历史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可是也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参观完的。李文建议今天只看几个朝代，以后再慢慢参观。丽莎他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。你们都是学生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是孔子吧？对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，到现在对中国教育还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学校还有孔子学院呢。是吗？听说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几百个孔子学院。我的一件 T 恤衫上有孔子的一句话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在中文课上也写了这句话。现在我们来到秦朝的展厅。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。我在历史课上学到秦始皇对统一中国有很大的贡献。对，他还统一了文字，还让老百姓修长城。秦始皇做的事都对吗？他杀了几百个读书人，杀了很多的古树，是吗？他还让千万的人修宫殿，也修坟墓。你们说的都很对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秦始皇的兵马俑。他死了以后，还让千万的兵马保护他。秦朝时间不长，下一个重要的朝代是汉朝。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，使统一的中国在政治、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。汉族就是从汉朝开始的。丝绸之路对汉朝有关系吗？对，跟西方进行贸易是从汉朝开始的。你们看，我们来到唐朝了。我爸爸常跟我说，中国唐是最有名。对，唐朝出现了很多大诗人。你学过谁的诗？我学过了李白的诗。李白是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一。那时由于唐朝经济文化非常发达，很多外国留学生来留学。跟我们一样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历史上，中国科学技术曾经是很先进的。你是说四大发明吗？我知道是造纸、火药、指南针、活字印刷。对，造纸，火药发明的较早，活字印刷是宋朝发明的，指南针
也在宋朝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中国最后一个朝代——清朝。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呢？是因为孙中山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，再也没有皇帝了。我们这不简单，一两个小时就走过了几千年。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历史的脚步声。我也听到了一个声音。你要说肚子叫呢？对了，你们在说什么？